尸体表面有多处撞击伤，肋骨多处疑似骨折，死者的大腿动脉疑似被割断，腿部、腹部多处有刺创，面部、手指末端呈苍白色，符合失血过多的特征。另外，死者的指甲内有少许的人体组织，具体死因还需要进一步尸检才能确定。安队，发现了一个损出坎。齐主任，安队，死者的死亡原因初步判断是子弹从后脑受入，贯穿了整个颅内，造成了迅速的死亡。死者的颈部有暗红色的尸斑，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应该是3个小时左右。按照现场的情况来判定，应该是凶手刺伤了老万，老万在临死之前开枪把他杀了。人在大腿动脉被刺中的情况下，会在短时间内大量失血，而且拔刀的时候也会形成喷射状的血迹。但是车内，不管是驾驶位还是副驾驶，都没有那么大量的血迹。正常情况下，人在短时间内失血过多，会意识模糊。那个人距离老万有将近10米的距离，而且还在快速跑动。在这种情况下，老万想要精准击中头部的概率非常的小。对对。你上去干嘛呀？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跟你哥交代？华涛临牺牲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照顾好你。怎么现在我都管不了你了，是吗？祝你梦想成真。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除了2名受害人，其他线索几乎为零。你干刑警有几年了吧？咱们刑警说话做事是要讲究证据的，以后说话严谨点。这不住队吗？非让我跟你一块出任务，没什么可辛苦的。干活，干活。高原呢？这边。采样了吗？采样。看着我干嘛呀？干活！干活！
小朱，我马上就回去啊，有个惊喜要给你。韩队，徐法医，从老万身上搜出了一把手术刀。喂，韩队。小谢，查一下老万几个小时之前是不是去了第一医院？好。你们查一下这名死者是不是第一医院的人？好。主任，其他位置没有发现可疑的血迹。这就奇怪了，一个体重在85公斤左右的成年人，体内的血液含量应该在5到6升左右。以老万这种体型，或许还要高于这个数字。但是，从尸体的失血程度来看，现场的血迹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你觉得这不是第一案发现场？那第一案发现场在哪儿？按道理来说，老万抓到人以后，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或者直接回警局。医院离警局的路线只有20分钟，他为什么还要绕一圈？除非是有什么事情，让老万不得不改变行程。那小七，喂，韩队，我找到老万的车了，4个小时前曾经出现在第一医院。立刻查一下老万的行动轨迹。好。韩队，我发现老万曾经停留过的可疑地点了。发现了疑似第一案发现场，你们留下查，我们走。这里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所以老万是在这里血流光了以后才被送到第2案发现场。韩队，这儿发现一个轮胎。韩队，这儿。喂，高原。主任，通过卢米诺测试，我们在车辆的后座发现了大量的血迹。好，知道了。你想休息2天的话，随时都可以。老万案子你就放心交给我们。现在整个分局的力量都在上边。我没事，老万的案子我会继续跟。大家打起精神来吧，老万可不想看到我们这样。都说说吧。我们在老万的遗体上发现了多处的刺创以及撞击伤，另外还有3根肋骨承受的痕迹。他的刺创包括腹部刺创，但这并不是他的致命伤。真正的致命伤是大腿的动脉被利器刺伤，流血过多而死。通过伤口比对，确认是现场找到的那把手术刀造成的。除此以外，
我们在老万的手上发现了射击的残留物质，在他的指甲里发现了一些皮屑组织 ，DNA 的结果还在比对当中。至于另外一名死者的死亡原因，则是子弹从脑后穿过颅内造成的。经过技术科的对比，是从老万的配枪里发射出来的。死者名叫崔浩，是第一医院的一名医生，主要负责药品监管和库存清点工作。我们在调查崔浩的时候，得知老万也在调查这家医院的乙醚和西地兰等药品的库存情况，发现了崔浩有重大嫌疑，所以才把他带回来审问。西地兰是不是导致离奇死亡的药物？你们记不记得，汪晨尸检时，在体内发现了大量的乙醚？那崔浩和医院的嫌疑人有关联？你们看这个，这个药瓶是在崔浩的家里发现的。这个药物跟李淑婷、肖林还有老宋的那个药物成分很相似，都有抗抑郁的药物成分。那就是这个崔浩和医院的嫌疑人之间有某种交易。还发现什么？杀死崔浩的可能并不是老万，现场可能有第三个人的存在。第二现场的车上发现了大量被擦拭过的血迹残留，在第一现场同样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这些血迹都只属于老万一个人的，所以老万很有可能在到达第二现场之前就已经由于大出血导致了昏迷或者死亡，再被真正的凶手和崔浩一起搬运到第二现场。在安放好老万之后，凶手选择了杀掉崔浩，避免崔浩暴露他的身份。他在杀人之后，伪造了老万杀死崔浩的假象。我们在第二判现场发现轮胎上有被扎破的痕迹，这就说明老万为什么要中途停车。从刹车的痕迹，还有老万的伤势来看，可以推测，应该是在他带崔浩回警队的路上发生了意外，而此时有第三个人抵达现场。小新，你继续查医院的监控，看看有没有新发现。副队，我们都在。小红啊，快走，快走啊！快走！来，下来。各位大伙，来听一下啊！大家欢迎一下我们刑警队新来的同志朱清月同志。
说吧。和朱队说一声，我出去一趟。齐主任，这是陈楚川诊所的病患名单，这是他给患者开的药。我马上检测。好。齐主任，其中有4种和新型药物有关。全都是因为抑郁症。朱队，我找到那个脖子上有纹身的嫌疑人了，他当时就在医院，一直在看着老万给崔浩，是他对老万的车动了手脚。别动，跟你没关系，是吧？调查一下监控，看下这辆车经过了哪里，去了什么地方。好。如果纹身男杀了崔浩和老万，是因为崔浩和他交换药的事被老万发现了，那他的目标应该是崔浩，老万的死应该是意外。那这个呢？对，就是这个男的。您刚刚说他们俩在争吵，纹身男和汪晨是合作关系，那他灭口的动机又是什么？这个药，你是从哪儿来的？汪晨给我的，我们群里的人都有这个药。汪晨是寻找新型药物测试样本的渠道，但他因为翟西西的死被警方调查，所以纹身男杀死汪晨，目的是切断警方的调查线索。第一期当时一定是吸食了新型药物。纹身男担心警方会查出新型药物的源头，所以在他有机会说出真相前杀人灭口。这些人的死都和新型药物有关，其中有4种和新型药物有关，全都是因为抑郁症。陈楚川利用心理诊所寻找测试样本，那他很有可能也是渠道之一。而陈楚川目前已经曝光在警方面前。那么他很可能就是纹身男下一个要杀的人。喂。好，我知道了。团队，接到线报，疑似陈楚川的车辆正在开往边境罗旺的路上。陈楚川，我14年前帮你做了那么多事儿，我就连一幅画
都不能要了是吗？我跟你说了1000遍10000遍，我画不了。那你就是逼着我跟警察说出当年的实情了是吗？我不在乎。你知道这14年我怎么度过的吗？我一直在痛苦和悔恨当中度过，是我害死了江雪，是我呀！陈楚川，你还是一心想着樊江雪是吗？你以为你知道的就是所有事实的真相吗？我告诉你，我就让你知道樊江雪是怎么死的。我买一盆他们过敏的花放在那儿，我就要弄死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俩当年在一起那个样子，让我特别嫉妒。为什么呀？我知道。为什么要杀了他？是你杀了他的。为什么？我不是胡仙，我不是胡仙。对不起啊，江雪，是我害了，是我害了。陈楚川，樊江雪死了！我能救他！陈楚川，你醒醒！你醒醒！他已经死了，没法救了。如果警察知道，你这辈子就完了，你就没有前途了，你知道吗？没有前途了！你相信我，相信我，我能帮你处理好这件事。你赶紧走，你赶紧走。
白局，在距离罗旺县5公里的国道325路口发现车辆，符合在医院里撞朱队那辆车的外貌，怀疑是嫌疑人。通知韩峰，立刻展开抓捕。是。川哥，我安排好了，走吧。到边境还需要多久？川哥，你打个盹儿，马上就到。在哪儿啊？到了。到哪儿了？心理疾病带来的创伤啊，远大于身体疾病带来的痛苦。答应我，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优秀的法医。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哥，现在想叫他也听不到了。老万有你这就也够了。省厅专案组的人已经在路上了，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将新型毒品全部歼灭。根据提取到的指纹和皮屑组织，现在可以确定嫌疑人叫王波。原作案任务判了，那我们就查下去，找到杀害小飞的真凶。站住！